近日有个神秘的不速之客躲到了太阳后面，他就是天文界的网红三 I Atlas。现在阿特拉斯正处于离太阳最近的近日点，而它离太阳最近的瞬间会在10月29日出现，届时它与太阳的距离约为2.1亿千米位置，刚好在火星轨道内侧一点，不算特别近，但这会是它最活跃的时刻。不过可惜的是，我们看不到这场芭蕾，因为地球的观测角度太差，太阳的强光完全挡住了阿特拉斯的近日点景象，只能等它从太阳另一侧绕出来。天文学家发现阿特拉斯有3个很明显的异常，第一个就是尺寸差太多，奥陌陌最大直径才400米，鲍里索夫约1公里，而阿特拉斯能到5到6公里，是前两者的好几倍。第二个点就是速度太快了，奥陌陌和鲍里索夫的速度已经算快了，但阿特拉斯的速度是他们的2倍，在太阳系观测史上都算顶尖。这第3点也是最反常的，奥陌陌是从太空北侧来的，那个方向和太阳系在银河系里的运动方向一致，算是顺路遇上。鲍里索夫虽然是斜着来的，但也没偏离太多，可阿特拉斯是侧着撞进来的。太阳系里的行星、小行星基本都在一个扁平圆盘上转，阿特拉斯的轨道只比这个圆盘偏3度，在3维太空里能刚好沿着这个平面来，简直是极小概率的巧合。我们知道阿特拉斯是从银河系中心方向来的，但要找他的老家得换个角度看银河系。银河系和太阳系一样，大部分物质都在一个薄圆盘里，但在薄圆盘上下还有个物质更稀疏的后盘，后盘里没那么多天体碰撞，超新星爆炸，天体能安安稳稳待很久。天文学家推测阿特拉斯就来自这里。这个老家有多老？可能有76亿年，差不多是地球年龄的1.6倍，比太阳系还古老。虽然没法追溯它从诞生到现在的完整旅程，但天文学家已经算出了它过去1000万年的轨迹。在这1000万年里，它离其他恒星最近的时候也有0.3光年，几乎就是孤独旅行。其实早在2025年5月7日0日系外行星勘测卫星 TESS 就拍到过阿特拉斯，当时 TESS 正好对着它的方向观测系外行星，无意间记录了1个月。这段数据帮了大忙，天文学家发现阿特拉斯的亮度在5到6月间居然增加了5倍，远超预期的1.5倍。亮度暴增说明它在发光，但不是自己发光，而是表面形成了挥发。可这又引出了新的反常，挥发出现太早了。普通彗星要到离太阳3到4天文单位的时候才会有挥发，因为它们主要是水冰，得靠太阳晒够了才升华。但阿特拉斯在7.4亿公里外就有挥发，因为它的挥发里全是二氧化碳，和水的比例是8:1，刚好和普通彗星反过来。二氧化碳就是我们说的干冰，在低温下就能直接升华，所以在远日点就提前冒气了。第2个异常点就是光的偏振反了，太阳光照到天体上会散射，大部分天体包括鲍里索夫都是光往侧面垂直散，但阿特拉斯是负偏振，而且是人类发现的所有天体里负偏振最极端的一个。这说明它的表面物质和太阳系里的天体完全不一样，也证明其他恒星系统的正常物质在我们这儿就是异类。第3个异常点就是镍和铁分家了。镍和铁在宇宙里基本是形影不离的，它们都是恒星死亡时爆出来的，会一起被新天体吸收。但夏天观测阿特拉斯时只看到了镍，没看到铁，直到9月底铁才突然出现，镍铁比例才恢复正常。天文学家猜可能是早期二氧化碳升华时只带了镍出来，但铁去哪儿了至今没完全搞懂。阿特拉斯的彗尾也出过小插曲，夏天第一次看到它的彗尾时居然是朝着太阳的，正常彗尾应该背向太阳，因为太阳风会把挥发里的物质往反方向推。后来才想通，当时它离太阳还远，太阳风不够强，二氧化碳升华出来的尘埃没被吹走，反而堆在了朝太阳的一面，看起来像逆向彗尾。到了9月，离太阳近了，太阳风变强，才形成了正常的短扇形彗尾。并不是所有彗星都有长尾巴，尾巴长度和物质距离太阳远近有关。比如1997年的海尔波普彗星，离太阳1.3亿公里就有超长尾巴，而阿特拉斯最近才2亿公里，尾巴短很正常。观测上10月3日是个好机会，那天阿特拉斯离火星只有2842万公里，是它在太阳系里离行星最近的一次。火星表面的毅力号火星车、绕火星的 ExoMars 探测器都拍了照，但效果不算好。毅力号的相机不是干这个的，得拍30秒长曝光，再叠加，最后只拍出一条光带。ExoMars 拍得清楚点，但也分不清挥发和天体本身。更清晰的观测要等12月初，那时候太阳不挡着了，我们能看到太阳对它的影响。不过有个小遗憾， NASA 的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有最强大的望远镜，本该拍更细的图，但因为美国政府停摆，工作人员没法上班，图要么没拍，要么拍了没发。等它离开太阳系前，还有最后一次观测机会。2026年3月16日，它会离木星5385万公里，绕木星的朱诺号探测器可能会拍最后一张照片。